刘玉茹，你这大晚上不睡觉，跟这傻笑什么呢？你那铺子都抵出去了，怎么还这么高兴？这个铺子抵得值啊！你知道今天万老板叫我什么吗？叫你什么呀？他叫我柳老板。那怎么了？你不懂，从前没有人这样叫过我。今天我在押契书上签上自己名字的时候，柳玉茹，一笔一画，我当时这心里啊，就好像什么呀？我也说不清楚，反正就是不一样。从前，柳大姑娘、顾少夫人，都不是我自己。旁人怎么对我，都是看别人的脸面。但今天他们不看别人的面子，看的是我自个儿的面子，对我敬重，叫我柳老板。行，柳老板，你要是高兴，我以后都叫你柳老板，开心吗？柳老板，开心啊！但是光你瞎叫有什么用？从今天起，我要当真正的柳老板。顾九思，我想学做生意。这有什么难的？你要是想研究学问呢，这差点意思；但是想做生意，嫁给我你还真是嫁对了。那你觉得我能做生意吗？我行吗？我觉得你行啊，而且我娘今天还说，说什么？没什么，她也觉得你行。太好了，我也想像婆婆那样，凭本事赚钱，赚好多的钱，找到自己安身立命的根本。到时候想去哪儿就去哪儿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全凭自己，那多痛快！瞧把你开心的，傻样。哼，哎，顾九思，照这么说，没准儿你那个和离的主意，还真能行得通。等我挣足了钱，有了自己的商号，就和离，遂了你的心愿。到时候呢，你是你的顾大公子，我是我的柳老板，咱们皆大欢喜，好事成双。啊，夜深了，睡吧。哎，你别睡啊，我一点都不困，我恨不得马上到铺子里。我明天还要去学堂呢，先睡了，柳老板。哦。柳老板，柳老板，柳老板。你怎么垮着个脸啊？没有。你怎么不多问2句啊？问什么？问我为什么不高兴？没看我都不说话。我刚不是问了吗？你说没有。啊！我说没有你就不问了？你再多问2句我就说了呀，一点诚意都没有。那个铺面是不是所谓的黄金铺面啊？是。难怪，开在街心，若步行逛到这儿，刚好晒得慌，路过的人都不禁想要进去转转。最适合做那种茶饮、胭脂类的小宗生意，真不错。哎，你刚才说什么？没什么。黄金铺面。
哎。郎君到了书院要好生读书，别惹学究生气。若是觉得累了，就再坚持坚持。行，我知道了。怎么了？顾兄，久违了。哦，玉茹妹妹，不知可否一叙啊？你去便是了，不需要经过我同意。多谢郎君。玉茹妹妹，谁呀她？凭什么这么叫？人家是青梅竹马，倒也不足为奇吧？你谁的人说什么呢你？啊，听听他们说什么呢？啊，你快点。玉茹妹妹，过得还好吗？一切都好。可是我听月儿说，你下嫁到他们顾家是被逼迫的。他顾家势力再大，也不能强娶啊。若你真的受了什么委屈，定要告诉我。当日是玉茹愚钝莽撞，错把良缘当作凶险，让叶公子误会了。你跟顾兄是良缘？是。郎君与我是天赐良缘。若真是天赐良缘，你怎会提着刀去青楼找他呢？玉茹妹妹，我知道你生性怯懦，若真的受了委屈，你定……叶公子，我生性并不怯懦，也没受什么委屈，更不会忍辱负重，让叶公子挂心了。玉茹妹妹，叶公子，如今我家主人当称顾少夫人。说得对，是我失言了。叶公子，还未恭喜你秋闱高中。那也恭喜顾少夫人燕儿新婚，恭喜！多谢。聊完了？聊什么了？没听太清，就听见了一个什么恭喜高中。高中？高中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你看他那个德行，这玩意儿最坏了。聊完了？啊，那你去铺子吧，我上学去了。郎君，不问问我方才聊了些什么？有什么好问的？那就好，那我走了，好生读书。迟早有一天，我也会让你恭喜我高中。不是我，公子绝对没有让我去偷听您说话，都是他自己猜的。我一猜他就说这个。是，那是自然了。哎，玉茹，你心中的好男儿如意郎君，是不是非得高中啊？那倒也不是。可你从前很欣赏叶帅。从前是从前，
现在你既已是我郎君，那便是缘分使然。不管如意或不如意，我都会同你好好过。你不用和旁人比。无论如不如意，我都会同你好好过。他这话什么意思呀？啊，是不是说嫁都嫁了，凑合过呗？即便心里不满意，然后嘴上也就不说，是吗？好像是这个意思吧？勉勉强强的嫁给我，真没意思。公子娶她不也是勉勉强强？扯平了。顾兄，顾兄，你我早就相识，同床一场，有些话不知当讲不当讲。不当讲就别讲。哎，行吧，那我就直言不讳，不兜圈子了。你自小随心所欲，不拘小节，可如今已成家为人夫，是不是应当修身自律，善待尊夫人啊？我和我夫人怎么样，关你什么事啊？尊夫人与佳妹是手帕交，也深得祖母厚爱。我呢，也算看她长大的。若是因为她嫁于你而受了什么委屈，那她既然嫁给了我，我便不会让她受半点委屈。我会把她视为心头肉、眼中珠，我会把她视作我的命。她若是想要，就算是星星和月亮，我也会摘下来给她。叶珊，这论读书考取功名，我是不行，可论如何为人夫君，还轮不着你教训我吧？哼！告辞。人少则慕父母，知好色则慕少爱。孟夫子这句话是说，人在少年时会敬爱自己的父母，等长成了少年，情窦渐开，便会怀春动念，恋慕美丽的女子。笑什么？没见识！《诗经》有云：“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；知慕少爱，乃是大雅。”顾九思，顾九思。顾九思，94，先生。啊！心猿意马，魂不守舍，胸无点墨，还不好好听课？你，给我上来，把这一篇背一遍。孟子，行了，知好色。今日若背不出此文，给我抄20遍。人少则慕父母，知好色则慕少爱。有妻子则慕妻子，士则慕君。不得于君则热衷，大孝忠慕父母。50而慕者，与于大顺，见之矣。
日头打西边出来了，顾九思现在全都会背，还一个字都没错。你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大长进吗？为什么呀？因为啊，他的夫人会耍大刀啊！九思他肯定吃了大苦头啊！你背下去，顺往于田。顺往于田，则无既得闻命；好起于民天于父母，则无不知矣。公民高曰：“是非而所知也。”夫公民高以孝子之心，为不若是夹。我竭力耕田，公为子之而已矣。父母之不我爱，于我何在？好，太好了！好！来，玉茹，你多吃点儿。多谢娘。对，多吃点。近几日生意上的事儿还顺利吧？挺顺利的。哎，那就好。咱这儿媳妇儿啊，真能干。是啊，咱们两个老的操心了半辈子，将来总算有指望能省点心了。哎，玉茹，再尝尝这个。来，玉茹，吃个排骨。玉茹啊，来，吃块鱼。你近来读书怎么这么认真？我竟然一次都没有抓到你偷懒。不行啊。行自然是行，但是人突然转了性子，总有个缘故吧？那我自然是有缘故，那我也不跟你说呀。你这傻笑什么呢？心浮气躁，有好事啊？是顶好的事儿。我最近接了一桩生意，还是桩大生意，幽州来的商客，一出手就是8000个牛角，2万件革褂，6万件短皮衣，还有无数的零散货品。我估摸着是1周的军需物资。这样的好事，由我一个人全权经办。哦。如果顺利的话，光这首单，你猜能挣多少纯利？多少？3万两。3万两还嫌少？3万两，那也就是小爷半年的零花钱。那能一样吗？你那是爹娘给的，我这个是自己挣的，能比吗？你这不还没挣到呢？你觉得我挣不到？我今天跟那个周老板相谈甚欢，很快就会定下来的。你真就觉着这生意这么好做？我跟你说，单子越大，变数越大。6月天商可怜，谈得再好，说变卦就变卦。一日不纳定金，这事一日就定不下来。就算是纳了定金，要是盘算错了关节，到期交不了货，
那别说是赚钱了，还得倒贴人家去，还挣了3万两，你不给家里面赔钱就不错了。那就算是这样，只要我努力，办法总是会有的。别说是3万两了，就算是10万、100万，我也能挣。我有信心。100万？哦，有信心是好事。